这样你接触这个运动多久？那它的乐趣在哪里？我今年接触飞盘是第5年了。那我觉得这项运动最大的乐趣在于团队的拼劲，还有大家一起互相合作的那种默契，还有热血，这个就是飞盘最吸引我的地方。学弟，那我想问你，你当初是为了什么想加入飞盘队的？因为我觉得飞盘那个丢正手这样丢出去，平平的飞很远很帅，然后队友在那个得分区接到盘，可以这样接起来的快感很爽。因为我也是大一才开始接触，然后也是前面什么都不会，但是我觉得队上的学长姐他们都非常的有耐心，然后也都会用一些有趣的方法来教导我们一些比较复杂的基本功，所以就会变成整个学习的过程很欢乐、很有趣，然后也会慢慢的学习到飞盘的乐趣。练飞盘的时候，其实练3个小时蛮累的，但其实3个小时的训练其实是很足够的。从基本的传接盘的技巧，然后到一些跑位，回去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多多消化，然后到下一次的练习能运用出来的话，我是觉得是非常好的。刚开始接触飞盘的时候，其实连基本传盘都不太会，然后练习的时候也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可是学长姐都很愿意给我鼓励跟告诉我如何调整，然后在练习之余也花蛮多时间在陪我自主训练的。所以随着时间，我有慢慢感受到自己在进步。因为我是上大学才接触这样运动，所以我刚进到队上的时候，是先感受到学长姐他们带队的用心，然后也是自己慢慢观察他们是如何带队的。等到我像现在大3当队长这样的角色，我就以他们为榜样，然后去传承自己的经验给学弟妹。那我都告诉学弟妹，你要敢拼，你才可以去接到那些看似不可能的飞盘。你要很吵，你要嘴巴一直打开，讲话沟通，你在场上才可以更顺畅跟队友去配合。那你要无条件相信队友，这样才更能够专注在自己所要执行的工作上，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整个团队才有更顺畅的运作。我觉得每一场比赛的胜负都是其次。最开心的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在场上每一次的练习都很努力，然后一起奋斗，让我觉得很开心。在场下飞盘队是我认识最强最有趣的一群朋友，就是上了场，他们就是我最值得信任也最能给我力量的队友。丢出去的不只是飞盘，而是自己的梦想。大学期间可以跟一群伙伴在草地上奔跑，在一起玩泥巴，然后对我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而且非常开心的事情。飞盘这项运动，我决定一路玩到80岁。来，听好了，中华民国大专院校113学年度飞盘争夺锦标赛，5月9号到5月11号即将开战，看我们如何丢出青春的每一盘。Hello， 所有热爱飞盘运动的所有球迷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透过 Hub Sports 的现场直播，一起回到桃园的元智大学，一起来欣赏113学年度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在今天5月11号星期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1连5场的比赛。那今天在现场的温度呢，大概是21度。那现场的湿度好像又比昨天再更湿了一点哦，现场已经有90%的湿度，而且现场依旧是在下雨中。那也希望说今天的所有赛事哦，这个5场比赛都可以顺利的进行。今天的转播工作是由我周瑞麟以及我身旁的专业赛评威力吴承宪为大家带来现场解说的服务。赛评早安，主播早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好，我们昨天已经看完了非常这个紧张刺激的7场比赛之后，今天就要来进行的是最后一天的赛程了。今天在第1场的预赛打完，应该说第1场的复赛结束之后呢，后面的4场比赛将会是男生以及女生组的季军以及冠军战，也请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那昨天的7场比赛打完之后，这个威力觉得因为现场的天候因为持续都一直下着雨哦，那所有选手必须要注意什么事情呢？因为天候的关系，所以在不管是传接盘或者是导盘状况之下，可能要更注意一下细腻度。因为昨天看到许多的选手传盘上面可能比较湿滑一些，所以今天到了不管是季军战或冠军战，也希望选手可以更特别注意。是。
那当然，因为也有很多的选手今天都要打第一场比赛嘛，像昨天其实都有蛮多场比赛，他们是这个可能是1-0，或者是比较悬殊的比数，所以先把比赛给打完了。所以，从礼拜五开始，一连3天都可能超过3场比赛，可能对各队体力上面都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对，没有错。待会的第一场比赛是由台湾师大对到的是台湾体大哈，这2支队伍在去年的部分是第3名跟第5名的成绩，所以相信这场比赛进入获胜的队伍就会进入到冠军赛，应该会相当精彩。没错。好，稍后这场比赛，台湾体大跟台湾师大的比赛就要准备展开，这是公开女子组复赛的我们场地1转播场地的最后一场复赛。那在我们这一场复赛结束之后呢，后面紧接着就是2场的季军战以及2场的冠军战了。好，两边的选手其实都已经准备就定位，当然好像各队的选手有一些赛前的仪式哈。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穿着黑色的是台湾师大哦，戴着渔夫帽的、穿着雨衣的是他们的教练魏世杰。魏世杰是毕业于台湾师大，那另外身穿白色的队服的是台湾体大。那台湾体大这次也是来势汹汹，希望可以再重返荣耀。看起来两边都是已经准备就绪了。对，赛前在跟台湾体大的女子组的伙伴在讨论的时候啊，他们说，因为他们这次的选手大部分是大4的学生，这4年来还没有拿过冠军哦，所以这一次的大专杯他们是格外的兴奋，希望以完整的阵容，看是不是可以在这4年当中，在毕业前拿下第1面的金牌。对。当然，大专杯也是可以让硕士生或者是博士生来参加，但是可能，假设他大学毕业之后就要准备这个投入职场的话，有可能这个对大4的选手而言，今年就会是他们最后一届大专杯的飞盘争夺锦标赛了，所以要格外的珍惜。好，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黑色上衣的台湾师大。另外一地白色上衣的则是台中的台湾体大。好，今天我们第一场公开女子组的复赛现在要正式展开。由台湾师大先防守，台湾体大先进攻。对。好，开盘之后，来看看这场比赛的第一波进攻，掌握在台湾体大的手中，穿的是白色的上衣。昨天的比赛其实上午的雨势好像没有这么大，不过因为昨天早上是有打雷的，所以比赛是有因此延宕。哇，从比赛第一波这个接盘好像就看得出来是有受到雨势的影响。对，不管是雨势或场地的湿滑，其实对于选手的跑动上面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昨天在下了一整天的雨势过后，现场的这个场地应该是更泥泞了，所以水分是更多，选手在跑动上面也要格外的注意。因为在飞盘场上常会有一些 V cut 或是 L cut 的情况，在场地比较湿滑的状况，选手在 cut 的情况会比较的辛苦一些。但看台体这一波的进攻，其实导传的非常的漂亮。好，台体的队长邱曼琪是在右侧，看看什么时候要把盘送到他的手中。好，往前传，漂亮的传导，找到了2号的林玉问，得到了分数。林玉问也是来自于毕业长义高中长义高中是在台中是相当著名的一个飞盘学校。他们的飞盘的扎根是非常到位的。目前台中市全民运代表队大部分的选手都来自于长义高中，是，所以从基层的扎根起，就会导致社会组的选手会更加的茁壮。这是很多可能本届飞盘争夺锦标赛大专杯的所有学校，他可能很常都是来自同一所学校的选手。对。好，那当然在复赛阶段呢，每一场比赛依旧是60分钟，然后打11分的赛制。那中场是任意队伍先得到6分，或者是比赛进行到30分钟之后，然后任意队得分，将会进入到3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那每队半场则是会有1次的暂停。好，开盘之后要由身着深色上衣的台湾师大来发动这一波的进攻。远距离的传导，林立派子往前面传，
我有接起来，所以还有机会哦。看看这一波进攻有没有机会把比数给扳平。其实空间已经有稍微带开了，好，就差大概1拍。这个球有接起来吗？这一盘，来，双方正在确认一下是不是先落地还是先接到啊？因为刚在接盘的同时呢，两边好像对于有没有提前落地还没有共识。好，看看这个正手传过去之后，因为台体大那里好像还是有一些另外的想法哦。对，台师大认为是直接得分，是他们做换人动作，但是台体大认为场上是有争议的。可是刚刚通过我们重播画面，其实看起来是50-50哦。因为毕竟他接的时候非常靠近的地板，然后又有水花溅起。因为台体大好像始终觉得是有提早先落地的。所以可能要再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办法取得共识呢？对，到了4强赛以及最后的 final， 其实争议上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可是他们透过这个重播画面，其实很难确认他手在下面没有错哈。因为只要有先提早落地的话，其实就得分应该是不算的哈。对。所以双方现在沟通完之后，看起来是回到上一盘，对，就是回到上一盘了。好，台师大这一分差临门1盘，由15号的曹永琪来发动。曹永琪是戴着橘色帽子，在画面的右下角。好，这盘往后送，应该还要再一盘哦。才有机会接起来，就有机会得分了，没有问题。这一拍是有把空间带开了，找到了98号的队长林燕怡得分，把比数给扳平。我看这个是用身高的优势哦，直接经过防守者的头顶，顺利的以高度来拿下这一分。所以在飞盘场上，当然有高度也还是会有优势的，对吗？对，没错。但是只有在这种高盘的情况之下比较有优势，因为飞盘的跑动跟场地的距离是比较宽的哦，所以其实很多比较短小敏捷的选手在场上其实也是有一些优势的。只是说以刚刚那一盘来讲，其实身高优势在刚刚就展现出来了。没错。好，两队战成了1-1的平手。庄允熙来开盘，背号25号。比赛目前已经进行了6分钟。哇，漂亮！这一次其实也是把角度给带开吼，然后传在选手的前面让他去追。所以看得出来，这个到可能4强这个阶段，各队的基本功应该都做得还蛮扎实的。我们听到场边的台湾师大的选手在喊 A 或 B 哈，在场地的右侧他们会守到 B， 就是让他 force backhand， 就是让他出反手，在场地的左侧会 force forehand 让他出正手，就是他们所谓的 force middle，这样子的进攻防守情况之下，会让进攻方其实后面的跑者不确定要往哪一边跑来做突袭哦。那现在双方场上的争议是说，时间到了哦，是不是在喊到第10秒钟的时候就出手了，还是说已经10了但尚未出手？所以刚刚防守者有个摸头的动作。那我们秒数退回到8秒，是。好，退回到8秒，还要再一拍接起来吗？跳起来，哇，差一点点。对，这片如果再接到，可能也是出了底线。对，即使接起来，其实也可能已经出界了哈。对，所以飞盘出界之后，进攻方可以从得分线出盘，
但是这个一出盘就造成了一个失误哦，所以台体大又可以在自己的得分线前面开始做进攻。是。以目前看起来，其实两边的失误都还算控制的 OK。在雨势这么大的情况下，真的很考验双方的基本功。对，现在台体大在自己家门口一个上线的 cut in， 顺利的拿下第2分哦。没错，所以本来是平手的局面哦。看看白色7号的蔡佩辰，这个正手直接传到位了，找到了15号的魏晨宇得分。2比1，台体大现在目前是暂时的1分领先。两边的选手人数应该是相同的，是，这两支队伍其实也是大专杯的常客哦，所以他们在孕育不管是新生或者是研究所新进到学校的，都蛮容易招生的，两校的其实各项运动哦，也都有非常多优秀的人才。好，看看这次的开盘，很稳定，没有问题。现在台师大是1比2，暂时1分的落后。郑宇倩往后送，找到了他们的精神队长廖宇杰。好，这一盘 leading pass 往前面传，接起来就有机会得分了。哇，又是差一点点。对，差那么一步哦。15号的曹永琪就差这么一步哦。其实传的已经非常到位了。假设没有下雨的话，以他的速度应该是有机会追起来得分的。对，没错。昨天看到其他队伍有些队友长传的时候，跑锋并没有意会到哦。可是这两支队伍其实他们的长传能力以及跑锋都大概知道彼此的默契。而且看起来两边应该都合作了有一段时间哦，所以默契上面看起来没有问题。看看这个远距离的传盘，跳起来吗？还好后面还有队友，还差大概1拍或2拍。好，往后送，陈子婷，这盘往前面传，接起来在界内吗？哦，一个反手的 break，找到了边线的队友哦，没错。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得分有效。看看陈子婷这一次的传盘，给到了左侧的队友。对，得分是背号8号的林诗涵。林诗涵也在接盘之后哦，这个非常轻盈的把他的脚步给稍微踩住，然后越过了有可能出界的区域，帮助台体大再添1分，3比1。飞盘场上，只要在得分区里面接到飞盘，再踩到边线的话，其实算是有效的得分。所以如果在得分区踩到之后再出界还 OK， 但如果你从界外踩进来，就不行，了。对，他是看你脚落停的第一步是在界内或界外，或是界外。对，比赛目前已经进行了11分钟。场上应该是有个暂停的出现哈。好，戴着黑白帽子的是他们台湾体大的毕业学长廖志阳，也是这次的台湾体大的教练。是。除了廖志阳教练之外，台体大另外还有一位邱芷云教练。对。暂停则是会有60秒钟的时间。各队的每个半场都有各一次的暂停，60秒钟。台师大现在是落后2分。好，看看暂停回来这一次的开盘。好，高度跟远度也都很 OK。台师大要吹起反攻的号角了，2分的暂时落后。好，2次的传盘，把马术给
往前冲，找到6号的涂运兴。好，这次的推进都还蛮有效的哦，没有问题。哦，其实都还蛮顺利的，找到了他们的精神队长9号的廖宇杰得分。台师大这一波的进攻好像是还蛮顺利的，就得到分数。对，他们持续的用着他们场地的右侧哦，不断的推进小部分的码数，然后顺利在得分区里面拿下这一分。在比赛当中，如果我们飞盘太靠近边线的话，会建议选手可以退个码数，回到中间再找 break side，弱边的部分是有更多的一些进攻机会。哦，因为如果你不断的被压迫到边线的话，其实边线等同于一个防守者。会帮你去防守到你不好出盘的位置，因为边线那一边其实你越过去当然就出界了，所以就像赛评说的，如果可以退几码，然后把空间拉开，应该会是更好的选择。对，没错。3-2，两队又回到1分差距。哇，台体大这里发生了失误哦。哇，可能台师大要把握这一波哦。对，有机会掌握这一次对方的失误哦，把比数给扳平。对，这是台体大今天少见的失误哦。再回给庄允熙，正手往前送，但是庄允熙这里传盘也发生了失误。对，传的有点过于外侧了一些，让队友并没有那么好的接盘。远距离的传盘，有机会接起来吗？跳起来，应该还差一步。好，没有问题。这个长传是由背号7号的蔡佩成哦，找到了他们的队长邱曼琪，77号，在得分线前面接到飞盘之后，一个短传助攻哦。所以这一个 play 就对刚刚落后的台师大来讲很可惜了，本来有机会可以扳平的，就反而是让对方多添了1分。比数形成了4-2，台体大又回到了2分领先。26号的陈子婷要来开盘，飞盘争夺锦标赛是7对7的赛事，是一个类似结合篮球、足球跟橄榄球的一项活动，应该说美式足球的一项活动。陈子婷来自于桃园在地的选手哦，他毕业于中立高商，是111年全民运的桃园市冠军班底。那目前玩飞盘也差不多4年半的时间。是，哇，那也蛮不简单的，4年半就可以拿下冠军。对，然后也是我们亚锦赛女子组2023年的第3名。是，好，发生了失误哦，被台体大给拨掉。陈子婷那个反手长传出界了，而且好像直接传到了裁判的手中。看到一个攻守反击的机会是很好，可是因为今天的场地跟天候因素哦，可能要再更过于小心一些。这一盘往前送的时候也是发生了失误，自己的失误自己救哈，把它操盘抄回来。对，看一下，刚刚这一拍有碰到。台师大2分的落后，郑宇倩往后给。应该还需要1拍或2拍，才有机会得分。就是后面有个队友对一个 dump 的回传哦，找到左侧，哦哟，用一个滑垒的方式把这一盘给接起来。好，应该还要1盘哦，刚那1拍没有送出去，这一拍接起来吗？哇，已经碰到身体，但是又滑出来了。我看到画面上选手们都说。慢一点哈，因为台体大现在是有进攻机会。对，所以台师大在这2波都是发生了失误。这次的攻守转换之后，台师换了一个区域防守哦。好，台体大往前传，但是被对方的队长林燕仪给拍掉。我们在区域防守最后一支的选手，大部分会放身高比较高的，或者是对于飞盘判断力及弹速够快的选手哦。
因为最后一个就类似足球的守门员，长传过来的话，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把它拦截掉。等于说最后一个负责把对方的盘给碰掉的。盘权又回到了目前领先的台理大手中。场上有个 pick call， 后面未持盘的选手有一个阻挡的动作。阻挡动作哈。场上还在确认刚刚的状况。除了后面的进攻防守方确认位置以外，持盘者及防守持盘者的防守选手会确认秒数。陈子婷这一盘往前传，应该有机会得分吗？哇呀，也是一个失误啊！哇，陈子婷的一个 inside 要找到队友，但是队友的一个 backhand 并没有很顺利的传到得分区里面的选手哦。刚刚这个反手其实接起来就得分了，还是要掌握住这次的机会哦。哇，这一盘好像开得太大力了。好，现在台师大攻守转换之后，维持了一个区域防守。在这种天候比较不佳的情况之下，区域防守其实是可以压迫进攻方的一些进攻长传的机会。依旧是2分差距。陈子婷往后送，好，看看台理大可不可以突破台湾师大的区域防守。陈子婷，好，示意一下队友的走位。好，传到右侧。哇，好像这马术一直在往后退哈，慢慢把空间带开。哎呀，跌倒了，所以发生了失误。有接起来吗？没有，也是滑倒了。台师大今天比较可惜的就是没有办法掌握住台理大发生失误之后的得分。对，因为看到这几波，其实台体也是有些许的失误，但台师大就会把它赠送回去哦。这盘往前传，有没有被碰到呢？但是好像也直接出界了。这个长传的意识非常好，而且是在底线前面就会落地了。但是可能队友的跑速以及今天的场地，我没有办法很快速的接到这片飞盘。比赛准备进入到第21分钟。防守方的台湾师大依旧是采取区域联防的防守策略。大概除了正前面的那一位防守者之外，旁边还有2位的防守者。对，他们是用类似阻挡他的传盘的路径，而并不是只是贴上去1对1的防守哦。对，所以让这一波其实台理大要把马术给往前推哦，其实显得是比较困难。发生失误喽。对，这片有点传到自己的队友身后哦，让队友并没有那么好的接盘。那看台师大在得分线前面能不能够把握一下？对，就在家门口了，有机会得分吗？看看这个正手往前传，没有问题，找到了队长98号的林燕怡。后面的防守者有点被带走哦，那个假动作找到一个 open side， 顺利接到这片，比数追到3-4。对，刚刚台体大16号的吴欣颖没有跟上，所以让对方得分。台师大又追到了剩下1分落后。目前已经进行了21分50秒，两队在上半场就打得非常的焦灼。以这样的战况来讲，有可能也是要战到最后才有办法分出胜负了。白色上衣的台湾体大的进攻，远距离的传盘也是传得比较大力。对，平常练习的时候这样的传盘可能可以顺利到位哦，但是今天的雨势可能必须要在传盘者要有点考量。
这种雨势看起来就是应该是会下蛮久的那种雨所以有可能一整天都是会这样的情形。但是台师大也把盘权送还给对手。现在持盘的是魏晨宇，15号的魏晨宇，对，是休闲线5年级的学生毕业于台东的威格高中。对，好，接起来就得分了，找到了77号的队长邱曼琪，台理大攻下了第5分。蔡佩成的助攻找到了邱曼琪，对，一个箭步把重心给压低然后把飞盘往前送，精彩的助攻。5比3，又回到2分差距。台理大只要再得1分，就会进入到半场的休息时间。那这场比赛获胜的队伍也会进入到冠军战。对，所以双方应该在这场比赛都会倾巢而出不保留任何的实力，因为去年这2支队伍都没有在冠军赛出现，那今天谁获胜，谁就进入到冠军赛。今年台体有8位选手是大4的学生所以他们想要拿下本届的冠军，看起来是势在必得，但也必须要在4强赛先通过台湾师大这一关。是，台师大又回到2分落后，好，又接起来，林燕怡队长往前传，但是被拍掉了，拍掉是背号17号的张子瑜看一下17号绑着辫子的张子瑜，轻轻一跳就把对方的飞盘给拨掉。台湾体大喊出暂停。对。非常好的一个策略，因为上半场打到第6分就会进入中场休息在这个时间点5比3领先，先喊出一个暂停，重新布阵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在上半场结束就拿下这1分呢？而且因为现在距离得分区域其实也还蛮接近的。没有，应该是另外一边的进攻所以码数其实还算蛮长的。两队都把暂停给上半场的暂停给叫掉。现在教练廖志阳在指点他们的选手，台湾师大这边是魏世杰，也不断的在提醒选手待会的防守策略会是什么。因为只有60秒时间，其实能够讲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用简单扼要的方式去沟通，其实是最快的。尤其是针对刚刚选手可能场上遇到的一些状况，或者是好的地方，可不可以让他们继续的保持下去也是教练在这个暂停时间可能很常会交代的事情。现在这个阶段的学生大部分是以鼓励代替责备像还记得以前的选手们，大部分都是被教练用骂的方式，但现在用鼓励的方式，反而发现选手的能力或者是会越来越的好。就是可能用鼓励的方式，选手吸收的会比较好。台理大5比3，台师还是用区域防守来做压迫。哇呀，掉了，发生失误。他们的区域防守奏效了没错。好，那这是台师大的机会咯，非常靠近自己的得分区域。17号的郑宇倩。这一盘好像也是有受到对方的干扰吗？对，双方确认一下是个犯规因为前面应该是出盘的时候已经有身体接触了。对，其实刚刚在右侧 open 赛有一个空档机会，但是选手并没有看到那个短抛其实有机会得分的。好，双方确认的犯规的话，秒数回到0秒。好，郑宇倩。哇，后面的一个防守失误是让这一片很轻松的拿下，4比5。上半场还剩下2分半钟时间，看台师大有没有机会追平，还是台体大会得到第6分进入中场。
刚刚是郑宇宪找到了队长林燕怡，4比5。看起来台师大在这场比赛的区域防守是有收到不错的效果。对，而且刚刚区域防守是希望进攻方可以多做一些传盘，让传盘当中的路线比较长，或造成一些失误哦。刚刚看到的是在短传的时候造成的一个失误，或是有时候进攻方会看到后面的弱侧边是有空档的一个长距离传盘，后面的防守者有机会去拦截。1分差距。目前比赛已经进行了大概28分又30秒钟的时间。台湾师大持续祭出区域防守，看看能不能够再度的复制前一波的防守，然后制造对方传盘的失误。好，往回送，把盘送到另外一侧。远距离的传盘，好，前面看起来已经有队友偷跑了。2个 give and go， 哎呀，发生了失误了。对，这是刚刚说的，在情急之中会发生一些接盘的失误哦。而且因为短距离然后又在跑动中，台师大有机会扳平吗？台师大这个 forehand 也是一个不好的传盘，被干扰到哦。哇，双方在这2波的进攻都有点太急躁了，可能很想要看一盘的得分，但是传盘的品质并没有那么理想。准备要进入到第30分钟了。好，这一波双方只要任何一边得分，就会进入到中场休息。因为进入到中场时间，除了任意队伍先得6分之外呢，只要比赛进行到30分钟之后，任意球队得分就会进入到中场。所以假使是台师大把比数扳平，5比5也会进入到中场的休息3分钟时间。台师大要把握住这一波的进攻机会。如果向前没有很好的机会，其实可以一样往后传，找到自己队伍上比较稳定的控盘哦。好，郑宇倩往左边传。刚这一拍其实前进了蛮多的码数，哇，好像在空中，因为滞留的时间比较久，让防守方有机会来处理，但是不是有身体的接触？对，台师大队长林燕怡喊出了一个犯规哦，可能身体上有接触。我刚刚这片的传盘有点过高了。对，因为刚传的过高了，所以飞盘在空中滞留时间是比较久的，也让防守方有机会来追上来。对，而且刚刚是2个防守方夹一个进攻方哦。我们常会戏称的叫做喂鱼吃饲料哦，饲料一丢过去，所有的鱼儿就过来了。好，双方确认是犯规，所以从该点开始。一个大脚的 forehand， 有接起来吗？应该掉了。没有。好，台体大2拍就往前传了，但是也发生失误。这看起来是没有接好，就要做下一个动作哦。双方谁可以拿下这1分，都是相对的宝贵了。对，又是一个长传。好，但是也被拍掉。看起来双方的体力其实也消耗的蛮快的，已经进行了要到32分钟了。好，台师一样持续的区域防守。台体大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分了。哎呦，哇！那这个失误，台师大有可能扳平哦。郑宇倩，正手往前传，哇 ，touchdown 得分。哦，但是不是前面也有？
OK， 我们看到防守方把双手放在头上哦，代表说他认为他的读秒已经到第10秒钟才出手，所以可能要再回到上一洞8秒开始哦，所以现在要进攻方要赶快找队友，他出盘的时候可能过于积极，他们进攻方喊一个犯规，这个运动比较有趣是，裁判就是双方自己去先做沟通哦。如果沟通不成，才会有观察员的介入。对，这也是这项运动其实蛮特别的地方哦。对，又不是由一个第三者来第一时间判理场上的状况。好，看一下刚刚这一拍，他认为他出手的时候碰到防守方碰到他进攻方的手这样子。对。如果防守方碰到进攻方的手，进攻方喊了犯规，但是进攻的队伍接到飞盘，这个比赛是 play on 继续比赛的。但如果是有掉盘的情况之下的话，会是重新沟通，确认出盘点。台师大17号的郑宇倩往后传，找队长林燕怡，林燕怡往前面送，哇，还差一步哦，应该是有得分了，哇，所以台师大就把比数给扳平了。我刚得分线前面接到飞盘的时候，可能今天雨势的关系，所以线没有那么清楚哦，双方在确认是不是已经得分了哈，但确认没有之后，台师大很聪明的、快速的，在对方还没有进入状况的情况之下，拿下了比赛的第5分，是。所以第5分，那也代表说就会进入到中场3分钟的休息时间。对，所以我们目前大表时间大概37到38分钟会进入到下半场。好，那我们可能要再确认一下哦，因为时间其实已经是超过30分钟了。30分钟了，对。应该是台师大他们直接在线上做沟通，可是台体大已经知道进入中场休息了。好 ，OK， 所以。好，目前我们就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了，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欢迎再回到这场公开女子组的复赛，台湾体大跟台湾师大的交手。
在上半场最后，台师大是把比数给扳平了，形成了5-5的平手。那大表目前已经进行到准备要进入到第38分钟了。刚刚场边也有听到有选手在确认说还剩多少的时间。对，刚刚跟场上的记录台确认的是台师大的教练魏世杰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导状况，就是了解一下场上最终的时间部分。下半场的比赛就是由38分钟持续开始比赛到60分钟时间终了。所以每一分钟其实都相当的关键。那下半场由台湾师大先进攻，所以刚刚上半场的那个追平的第5分其实相关重要。如果是6-4进入东场的话，这一分的话就是更重要。这一分是有机会先取得比赛的第1次领先。是。所以即使没有打到11分哦，只要时间到60分钟，也是会分出胜负。17号的庄宇倩则往回传。找他们的精神队长廖宇杰，郑宇健，好，正手往前送，哇！但是这一拍发生了失误哦，被对方给抄走。好，台体大其实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得分了，刚应该是被50号的周怡君给抄走。好，看看这个正手往前有一点过长了，对，前面的张子瑜已经偷跑了，但是传盘的速度有点过快了，出了底线了。哇，现在时间1分1秒流逝，其实台体大真的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得分了。对，所以他们要可能想办法在这一波防守，看可不可以给台师大一些压力，在家门口可以守下来哦。哇，周已经用在一个超节，非常快速哦。哇，一个失误哦，郑宇倩这个失误就付出了代价了，直接送给对方一个分数。看一下，这一排刚好直接被对方给预判传盘的路线。哦，虽然周怡君的身高没有像台师大队长林燕仪这么高哦，可是他的速度非常快速，在他们知道他们的主攻手可能是林燕仪的情况之下，放了一个陷阱，很快速的做个超节的动作。台体大攻下了第6分。哦，台体大的教练邱子云也在旁边的不断的提醒选手。准备进入到大表的第41分钟。来看这次的开盘。哦，周怡君的开盘也是相当的稳定。好，场边教练也持续跟选手，哇，这个失误，对，还没有做好接盘的动作，就想做第2动作哦。但是其实也还没有过半场哦。对，因为前面那一个失误，台师大是有付出代价的。这一排接起来吗？差一点点，有接到了，哇，漂亮的传盘哦，往前送，所以台体大是连得2分。哦，对，虽然台师大选手已经就位了，林燕仪要做个超节，但是相对站位比较好的台体大选手蔡佩琪，好顺利的拿下了台体大的下半场第2分。哇，所以下半场是台体大连得了2分。哦，张子瑜这个长传也是非常的漂亮。好，台师大重整旗鼓，因为他们在上半场其实气势是蛮好的。对，尤其上半场到连续追2分的时候，台师大的气势其实是有回来的哦。可是下半场又被打了一波2-0哦。
在这场的复赛结束之后，就会紧接着进入到2场的季军战以及最后2场的赛事，也就是冠军战。那进入到季军战跟冠军战之后的时间，就会跟复赛不太一样了。台体这边是由26号的陈子婷，进行开盘，举手示意，台师大的选手也举手，表示比赛开始了。陈子婷的开盘，现在台体大时间跟分数站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现在改用一个区域防守。哇，又发生了失误台体大现在掌握了对方的几次失误，看起来前2分是都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好，持续调动着防守者。好，场边教练也持续告诉场上选手说可以稍微往后对，因为区域防守，我们看的画面上中的，哇，这个有一点碰撞哇，而且看起来台体大的选手现在还倒在地上应该是跳在空中的时候，哎呦，脸直接撞到了对方的脚上而且看起来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站起身。那么场边的防护员要上场帮选手做一些紧急的救护对，好，防护员已经正在路上了，但因为这个操场真的是蛮大的，幅员辽阔。哇，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发生了选手受伤的情形。昨天的比赛其实是整个赛事的第2天，打到最后一场的时候，已经有选手因为过度抽筋现在可能要关心，假设真的没办法再继续进行比赛的话，看要不要换人了。对，我们场上大表会因为受伤的关系，2分钟后会进行终止会先停表。这对领先方台体大来说是这个不太好的消息。对，也是他们阵中的主力战将张子瑜我看起来目前还可以被自行走下场边。好，双方只要有一队的选手有受伤情况之下，可以随时的换人。但是防守方或是另外一支队伍也可以决定要不要换也希望张子瑜不要有事才好。好，至少是可以自己站起身了。对，那双方现在再确认一下，这个接盘是不是因为碰撞的犯规关系而导致张子瑜并没有接到？现在观察员以及双方的选手正在确认当中。我们这场画面看到的吴玉杰裁判，他也是本次世壮运的选手。那目前在日本就读语言学校，以及发展他的日本事业。是。所以看起来是要给观察员来做。好，时间已经要进入到第47分钟喽。因为假设没有共识，时间一直拖下去，其实对落后方台师大来讲，其实是比较没有利的没有问题。刚刚这片最后确认是盘传回到了台湾师大手上。是。哇，这个传盘滑倒了，没接到。对，台师大的失误。有接起来。好，其实台体现在不用急毕竟时间跟分数都是在他们的这边。对，再回给蔡佩晨，往前送。再找到周怡君
场上是不是刚刚未持盘的选手有接触吗？因为现在比赛好像又终止了下来。好，双方确认刚刚有一个扣的暂停情况，盘再回到了周怡君身上。台里大依旧是7比5的暂时2分领先。这盘好像传的有点大力，哇，用飞扑的方式，但是应该是有先落地了。对，刚刚他跳出去第一步有点稍微滑了一下哦，不然应该是可以顺利的接到的。对。周怡君最后也奋不顾身哦，但应该已经是先落地了，哇，这也是拼尽了全力哦。好，现在台体大祭出区域防守，也是让对方进攻一个长传。对，看看这个长传有机会得分吗？但是发生了失误，被对方给抄走，被陈子婷给抄截下来。时间剩下最后10分钟了。在场边的台师大教练喊出3-3-1的防守哦，希望透过他们的全面性的压迫防守，可以再造成台体大的一个进攻上的一个困难度。台体大其实现在是有优势的，因为2分领先，所以他们也不急着一定要做快速的进攻。好，这一盘往前传，把马术其实往前推了不少。哦呦，虽然有滑倒，但还好没有落地哈。飞盘是有紧紧的抓在手中。现在台里大只要没有发生失误，他们就非常有机会可以挺进到冠军战哦。对，因为时间终了，只要领先2分的队伍就会直接获胜。哎呀，这个接盘的失误啊！台师大只要至少得1分哦，他们都还是有机会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准备进入到第51分钟，看起来台师大的控盘选手相对比较少，所以一直被压迫在后场。好，这盘，哇，这盘给他发生失误，对，给到对手身上去了。是。周怡君今天其实多次的滑倒，但是都还是有把飞盘接在手中。哦，现在这个雨水真的是很常会影响到选手来接盘。对，不管是接盘或跑动哦，都相当的辛苦哦。而且这是今天哦，5月11号星期天一大早的第一场比赛。对，他们第一场8点比赛，大概7点钟就已经到场地做热身了。所以起床的时间一定又要更提早了。好，看起来台体大已经准备在拖时间了哈。就如果没有太好的空档，就不会很惊险的去冒险传盘。对，毕竟时间站在他们身上。好，周怡君往后传，再回给周怡君。哦，台师大的防守的脚步开始比较慢哦，因为区域防守对于前面3个选手也是体力消耗的是比较大的，也打到下半场剩下，哇，这个，哇，陈子婷的失误啊，刚这个非受迫性失误让台师大现在有机会得分吗？看看这一盘有办法接起来吗？但是被碰掉了。哦，陈子婷哦。今天第2度哦，自己失误自己救啊！对，场边观察员是不是有吹哨？是因为有场边的选手太激动了哈，站到场内去了。是。
好，台体大现在是依旧2分领先，而且看起来这一拍是有机会要得分了吗？没有，被台师大最后一拍给碰掉。98号的队长林燕怡。对，刚刚这片飞盘，其实我们会建议选手可以往前去接哦。虽然前面接到并没有直接得分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在后面等盘的话，其实盘线比较长，防守选手就是比较有机会做抄截。其实下半场双方都还有各有一次暂停的还没有使用哦。对，暂停时间也在大表里面，所以如果台体大他们用暂停让时间消耗的话，也是一种方式。是。台师大现在时间1分1秒的流逝，看起来这个2分落后是还蛮巨大的。对他们至少要1分差才有办法在时间终了后把比赛继续延续。对，昨天的一整天比赛其实都没有看到60分钟时间到之后直接结束比赛的，是，都是有任意队攻下了11分。好，这个颠倒盘有送到位。好，单手接起来，郑宇倩差一点点就可以进入到得分区域了。林燕怡往后送，哦呦，郑宇倩啊，郑宇倩是队伍上面的精神领袖哦，是不断的接到回传，而且他的控盘是相当的稳定的。对，哇，这个传盘颠倒盘接起来。双方确认是不是已经进入到得分区域了？对，看起来没有哦，还要再一片，好像要再一拍哈。好，应该是有得分了，没有问题。6-7，台师大攻下了第6分。对，比赛可以持续延续哦。对，最后的5分钟。我们看到场边刚刚受伤的张子瑜选手已经回到场上了，看起来没什么大碍。好，7-6。那假设60分钟打完之后还是7-6的话，就会以较高得分分数加1分为比赛最后截止的分数。也就是说，台师大如果要获胜的话，是要攻下第8分。对，如果以现况比数60分钟到的话，是以8为主。对。台体大假设这60分钟到之后，只要再得1分就获胜，没有错。我看台体大这一次的7位阵容都已经把阵中最好的选手摆上去了哦，都是大四的学生啊。毕竟这一分对他们很重要。准备进入到第56分钟，那台师大要想办法守住，甚至是扳平。98号的队长林燕怡，左手持盘。好，开盘之后来看看这一次的 play。现在台师大一样用区域防守的方式，好来进行时间上的防守上压迫。台大现在剩下1分领先，给到陈子婷，26号。陈子婷人缝当中把盘给传了出去，蔡佩成的一个长传找到张子瑜，没错。好，刚刚这个远距离传的还蛮好的哦。好，非常靠近得分区域。前面其实有人偷跑，但是没有送出去。因为后面其实看到台师大也有选手埋伏哦，所以这个没有出盘，或许是好的选择。是。远距离这一盘有接起来吗？哎呦，很惊险啊！还好张子瑜虽然是滑倒了，但是还是有把它接起来。哦，那张子瑜现在还坐在地上。有站起来，看起来没有。哇，台湾体大现在喊出下半场这个暂停，就有可能因为领先2分情况之下，时间终了哦。是，刚刚有提到他们下半场还是暂停，这也是一个战术的一个使用方式啊。对，因为8-6，
只要走完这个最后的2分多钟，比赛就结束了。那没有意外的话，台湾体大有可能会使用区域防守，让直接时间消磨掉。没办法一片达到得分的话，比赛就结束了。因为分差又回到2分了。现在在这个关键时刻哦，真的是很考验两边的心脏，不管是进攻或防守，压力都非常的大。好，我们看台师大选手已经站定位了哦。因为时间对他们俩是不利的。剩下1分20秒不到。这场台体跟台师大获胜的队伍就会进入到冠军战。对，以这样台师大最后一波的进攻，一定是接到飞盘之后必须要赶快长传哦。如果再倒个4、5次盘才要进行进攻的话，可能时间就来不及了。对，好，剩下1分钟不到了，台师大要把握时间了。1分钟不到。可能前面要有人偷跑要走了，是没有错。看看这次远距离有机会得分吗？跳起来没有办法，被对方给拨掉了。时间剩下最后不到20秒钟，台体大只要没有发生失误，有可能比赛就要因此结束了。哦，场边大会也鸣笛了哈。没错。这场比赛由台体大以8比6的比数进入到了冠军战。没错，恭喜他们！哇，在这场比赛刚刚其实是一度让台师大追到只剩下1分差哦，是7比6。不过台体大因为攻下了那第8分，在时间走完了60分钟之后，因为已经相差2分，所以就是由台湾体大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是这场比赛看起来相当精彩哦，因为双方都为了争取到冠军赛的门票而付出最大的努力。那也恭喜台湾体大。对，好，所以台湾体大就会进入到女子组的冠军战。那落败的台湾师大就非常可惜了，在这一届最后其实这场比赛也付出了全力了，但只能打季军战。是。好，这场比赛也是我们复赛的最后一场的转播的场次了，后面4场就会是2场的季军以及2场的冠军战，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下一场季军战再会喽，拜拜，拜拜。